今天最重磅的消息，利物浦队对斯洛特的表现不满，芬威集团已经开始和阿隆索举行秘密谈判。最近关于阿隆索，过去皇马的球员对他都有些评价。门将库尔图瓦说，没有球员讨厌哈维·阿隆索，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他们说我们讨厌战术，我们讨厌视频。其实和阿隆索合作的头几个月非常顺利，之后我们皇马遇到了低谷，这种情况在足球界很常见。不过皇马的另一位球员最近小队长巴尔韦德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在阿隆索走之后，为什么巴尔韦德的表现如此出色？ TA 分析最主要本赛季早些时候，巴尔韦德一度难以理解阿隆索的战术要求，可现在在阿韦罗亚的麾下，巴尔韦德显得更自由更自信，因为新教练对球员的战术要求没有那么复杂。所以2月皇马的巴尔韦德是6场1个进球3个助攻，当选为2月最佳球员。简单说，带弱队需要智商，带强队需要情商。现在咱们不知道的就是利物浦到底需不需要阿隆索的智商？好，现在有西媒已经爆料说，利物浦和阿隆索已经达成了口头协议。但这个口头协议有一个前提，就是斯洛特本赛季没能率利物浦获得欧冠冠军。据说阿隆索已经同意了利物浦的3年合同。毕竟阿隆索虽然在皇马下课，可是在整个欧洲足坛仍然备受关注，他也是多家豪门眼中的热门人选。近期他的好朋友瓜迪奥拉也为哈维·阿隆索公开发声。瓜迪奥拉说，执教皇马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如果我仍然像上赛季那样执教，但换成是在皇马，我可能6个月就会被解雇。好的，利物浦方面，今天索波斯洛伊已经当选队内的2月最佳球员，这也是他本赛季第4次被评为月度最佳。2月份索波斯洛伊踢过中场，也踢过右后卫。在2月初对阵曼城的比赛中，他用一记精彩的远距离任意球在安菲尔德首开纪录。随后在足总杯战胜布莱顿的比赛中，又在一次精彩的团队配合中完成最后一击。还有在对阵西汉姆联的比赛中又助攻了范戴克破门。这个周日利物浦将坐镇主场对阵热刺队。热刺在图多尔的带领下，现在是降级大热门，而且球队伤兵满营，这正是斯洛特落井下石的好时候。图多尔在最新的采访说，我来到热刺以后发现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现在的情绪其实挺复杂。你准备的一切，训练的一切好像一下子都没了，这已经不是教练能够控制的事情，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挫败感。有些人觉得只要换一个教练，一切问题就会解决，这让我觉得挺好笑的。其实很明显，这种想法本身就有些荒谬。但当人们想要一个新教练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新的希望。大家总是希望新的开始，觉得现在换人就会改变一切，可现实完全不是这样，事情不会这样简单。我们这支球队的阵型，当你每场比赛只有10个或者最多12个球员可以用的时候，而且每场比赛都没有中后卫的时候，你怎么排阵？我们的球员阿奇有时候要踢4个不同的位置，你没有边后卫，也没有完整的后防线。不过我不会选择离开，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现在我仍然相信，就像我第一天来到热刺时说的那样，困难还是挑战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而我们的门将维卡里奥将重回首发。好，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欢迎您订阅、热推、点赞、分享和评论。咱们继续。图多尔上任以来4连败，但每一场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第一场对手的实力太强，第2场被犯规进球，裁判又不吹，第3场愚蠢的红牌加点球，第4场门将连续送礼，而且替补门将金斯基的首发可能是管理层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有报道维卡里奥和管理层闹掰了，所以才突然让替补门将金斯基踢首发，没想到是场巨大的灾难。好，咱们继续聊回利物浦。其实克洛普由于上赛季拿到了英超的冠军，所以在执教利物浦前100场比赛的胜场数排行榜上，他已经是利物浦队史的最顶级行列。排名第1的达格利什前100场有62场胜利，这和斯洛特的62场胜利持平。排名第3是贝尼特斯拿到的54场胜利，第4是克洛普拿到的50场胜利。当然了，另一方面这几位教练拿到的牌也不一样。当初克洛普来的时候，红军利物浦连欧冠都踢不进去，而现在在斯洛普的努力下，利物浦又开始好像进不了欧冠了。不过这也不仅仅是利物浦的问题，在本周的欧战当中，英超球队有9支球队出战，仅仅取得了1场胜利。另外有3支英超球队勉强的逼平了对手，剩余的5支全部输球。没想到吧，英超也有这么拉胯的时候，这跟英超球员的身价一点都不相配。
要知道，英超联赛的球员总身价是其他任何欧洲前5联赛的2倍以上。英超是达到了126亿英镑的身价，西甲55亿，意甲52亿，德甲48亿，法甲36亿。虽然本赛季利物浦在英超的成绩不好，但前球星欧文仍然在节目中表示，他认为利物浦仍然是英超最强的球队，并且表示本赛季的阿森纳远不如上赛季的利物浦。欧文说，我个人认为利物浦就是英超最好的球队，人们可能会笑，利物浦都已经排第6了呀。但上赛季利物浦横扫整个联赛，只是他们现在状态不好。但如果让英超每支球队都拿出最佳状态来硬碰硬，我认为利物浦是最强的。很难相信利物浦在引进了伊萨克、埃基蒂克和维尔茨之后反而变弱了。但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下赛季你就会看到红军利物浦重回巅峰。当然本赛季我认为阿森纳会最终夺冠，但你别告诉我阿森纳和上赛季的利物浦一样强。其实阿森纳甚至连接近都算不上。我认为利物浦有这个实力，只是发挥不够稳定。好的，那么老 K 也预测一下，本周末利物浦对热刺，我觉得利物浦能够狂胜大胜。OK， 另一方面，传出来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都有意引进利物浦的主力门将阿里松，但球员目前的首选仍然是留在利物浦。阿里松的合同在2027年就会到期，球员希望继续留1个赛季到合同到期为止，在那之后阿里松可以考虑其他的报价。但是当然今年夏天也有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好，阿森纳方面明天将坐镇主场对阵埃弗顿。阿森纳目前在多踢一轮的情况下领先曼城7分，所以老 K 觉得这一场打埃弗顿有可能会丢分。虽然阿森纳本赛季在英超的定位球进球最多，这是他们最强大的利器，但埃弗顿在定位球方面丢球是最少的，包含点球埃弗顿丢了8个，如果不含点球，定位球埃弗顿只丢了6个球。另外有一点，埃弗顿的客场本赛季赢了7场，这也仅次于阿森纳。阿森纳本赛季是赢了9场，所以阿森纳毕竟6天要打3场比赛，所以这一场对埃弗顿如果丢分，我觉得也正常。毕竟每个队都想连胜，但连胜越到后面越难。阿森纳方面，他们现在已经开启了和球队的主力中场大米先生赖斯的续约谈判。不过双方的对话仍然处于初期，因为赖斯现有合同还有最多3年，阿森纳的管理层也不太急迫。不过由于赖斯本赛季的表现实在是太超神，所以续约的流程已经启动。今年27岁的赖斯，阿森纳是希望他能将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继续的奉献给阿森纳，所以赖斯这份合同一定会加薪，巩固赖斯在阿森纳队内高薪球员中的地位。之前萨卡刚刚签下为期4年半的新合同，周薪至少为30万英镑，而赖斯目前的周薪大概是24万英镑。过去的12个月，阿森纳已经续约了萨卡、萨里巴、加布里埃尔、刘易斯·斯凯利还有恩瓦内利。目前俱乐部也正在跟廷贝尔进行商谈，也要给廷贝尔加薪续约新合同。阿森纳这支球队在球员表现好的时候是不吝惜钱的，因为最近拉亚和特罗萨德也获得了加薪合同，但是合同年限并没有延长，这就纯粹是对球员的奖励。另一方面，转会市场阿尔塔特已经明确将马德里竞技的阿尔瓦雷斯确定为今年夏天的头号引援目标，计划和他进行交谈，说服他加盟。不过最近队内最核心的球员萨卡表现有所下滑，每日电讯报也分析了其中的缘由。萨卡近21场比赛仅仅2个进球3个助攻，这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和新的前锋泽凯赖什之间的配合还显生疏，并且最近关于厄德高的缺阵、本怀特的缺阵，这些关键的搭档的缺阵也影响了萨卡在危险区域的触球次数。同时阿尔特塔的战术也有些调整，角色有些变化，再加上长期以来萨卡出勤率比较高，累积了许多的疲劳和伤病，也在持续的侵蚀萨卡。所以过去阿尔特塔是从不愿意换下他的，但在周3的欧冠对勒沃库森的比赛却用马杜埃凯换下了萨卡，这说明场上的队长表现异常低迷，他在进攻3区没有能制造任何有威胁的进攻。在萨卡被替换下场的时候，阿森纳0-1落后，随后正是马杜埃凯制造点球，将比分扳为1-1。萨卡还只有24岁，相当年轻，他原本是阿森纳最具威胁的进攻点，所以本赛季到了最末尾，如果阿森纳在重大的联赛和欧冠想拿到冠军，就必须要萨卡再次引领球队前进。现在比赛中可以看出来，萨卡和泽凯赖什的配合屈指可数，而他过去在前场和哈弗茨还有厄德高的联动非常好。厄德高和哈弗茨始终能够展现出对萨卡的跑位还有传中线路的理解，
也在近年就制造了大量的进球。可是本赛季的英超联赛，萨卡平均每场只能接到泽凯赖什的 1.9 次传球，相比之下，上赛季他平均每场能从哈弗茨那里接到 5.3 次传球。反之亦然，萨卡传给泽凯赖什的次数也只有上赛季他传给哈弗茨次数的一半。所以上赛季萨卡为哈弗茨贡献了3次联赛的助攻，但本赛季在英超中还没有给泽凯赖什送出任何助攻。这就体现了球员风格的不同，泽凯赖什更喜欢跑向防线的身后冲击禁区内，而哈弗茨则倾向于回撤到中场，更多的触球来参与组织。现在看来，德国人哈弗茨的踢法对萨卡更为有利，因此哈弗茨如果恢复最佳状态，也许正是萨卡找回巅峰表现的关键。还有本赛季的萨卡每90分钟在对方禁区内触球次数是 7.5 次，低于前2个赛季的 8.3 次和 8.4 次。那么除了泽凯赖什和他之间缺乏配合以外，另一个原因是本赛季厄德高经常有伤病，还有本怀特缺阵对萨卡也有巨大的影响。廷贝尔虽然在右后卫位置上表现出色，但和萨卡的配合效果也不如萨卡加怀特。本怀特的传球还有跑位选择时机的把握，常常能够激发出萨卡的最佳状态。而现在看来，廷贝尔经常被赋予从右后卫位置插向禁区的任务，萨卡就必须留在边路拉边，这无助于提升萨卡的进攻数据。另外一方面，萨卡本赛季创造机会的速率和前2个赛季差不多，但本赛季他每90分钟的助攻数从上赛季的 0.45 锐减到 0.17 次，这就体现出萨卡的机会也创造出来了，但队友没有像上赛季一样都把握住。最后的问题就是疲劳，从20到21赛季至24到25赛季，萨卡每个赛季为俱乐部出战46场比赛，在此期间还为英格兰队出场了40次。他的高出场率的同时，也受到了英超足球激烈对抗的影响。上赛季萨卡遭遇了严重的腿筋伤势，被迫休战3个月。不过阿森纳仍然给萨卡提供了一份为期5年的新合同，看起来对他手术后的长期影响没有任何担忧。那么现在阿森纳在4项赛事中齐头并进，他们平均每3天就有一场比赛，随后萨卡还要随英格兰队参加世界杯。整个夏天萨卡没有太多的休息机会，除了坚持他别无选择。而阿森纳的名宿沃尔科特也今天在给萨卡减压。沃尔科特表示，球员偶尔表现差很正常，萨卡的状态正在回暖。沃尔科特说，我认为今年的萨卡状态确实有些起伏，但你能看到他正在正确的时间找回状态。大家都希望核心的球员在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但我们也别忘了，萨卡才24岁，依然很年轻，而且已经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不仅如此，他在球场之外还要处理英格兰队相关的各种事情，但他无论场上场下都是榜样。球员偶尔表现不好完全正常，但总体来看，萨卡正在适时的回暖，这是个好信号。马杜埃凯其实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他给了萨卡竞争的压力，而萨卡需要这种动力。萨卡非常出色，我也很高兴阿森纳尽全力留住了他。那么主教练阿尔特塔呢？他在谈到比赛中换下萨卡的原因表示球队当时需要一些不同的变化，所以做出人员调整。而马杜埃凯替补登场也确实带来了贡献，在进攻端成为了一个真实的威胁。每项运动都在不断演变，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一点，你就错了。对萨卡，我完全信任他，我也爱他。我的意思是，他在这个年纪为我们、为这家俱乐部所做的一切，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萨卡继续为我们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会有某一场个人表现不像以往那样反映出他的高水平，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个凡人、每一个球员一样。但是总体而言，当你观察萨卡的力量和他在团队中的推动力的时候，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好，接下来阿森纳即将迎来一段非常关键的赛程，先是对阵埃弗顿，然后是欧冠1/8决赛次回合对阵勒沃库森。阿森纳也身兼英超6支球队可能唯二的晋级希望。第3场比赛是联赛杯的决赛对阵曼城，然后是足总杯对阵南安普顿。老 K 还是那句话，阿森纳今年很像99年的曼联，他们正在对着3冠王发起冲击，大家拭目以待。好，本赛季定位球之王阿森纳，咱们看看数据本赛季的定位球进球，阿森纳已经有22个，切尔西19个，纽卡19个，利兹联17个，水晶宫15个。特别是中后卫加布里埃尔，他是阿森纳空袭部队的王，他的精准跑位、高空轰炸和强力的头球，只要阿森纳的角球开出来，对手的防线会高度紧张。好，转会市场，阿森纳接近要敲定纽卡戈登的转会，
不过纽卡要求阿森纳将马丁内利纳入交易作为交换，甚至纽卡准备将马丁内利列为他们的顶薪球员。安东尼·戈登25岁，马丁内利24岁。本赛季的数据方面，安东尼·戈登联赛首发21次，4个进球，2个助攻。这一个交换如若成功啊，老 K 还真说不准戈登对阿森纳是好还是坏。不过就相信阿森纳专业的总监和主教练的看人水平吧。好，曼城方面，明天是客场对阵西汉姆联。曼城的球员阵容是相当强大，但是刚刚在客场0-3输给了皇马，我认为他们急需一场反弹。曼城拿下这场比赛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是他们的头牌中锋哈兰德。哈兰德在英超对阵西汉姆联打入了11个进球，是所有对手当中最多的。曼城本赛季他们的上半场和下半场比赛迥然不同。上半场踢得尤其好，上半场拿到的积分是67，是全英超最多，但下半场只拿到了41个积分，是英超排名第8。上半场和下半场的成绩竟然有26分的差距，这也是本赛季英超所有球队当中差距最大的。所以瓜迪奥拉的上半场总是无敌，和下半场到底怎么回事？这也体现出瓜迪奥拉的调整能力现在出了问题。不过在他的执教生涯19次在英超对阵西汉姆联保持不败，他有望追平阿森纳过去的主教练温格保持的前20次英超对阵同一对手保持不败的记录。瓜迪奥拉现在对西汉姆联是17胜2平的记录，但是西汉姆联现在在主教练努诺的带领，他们虽然在降级区，可是和17名森林是同分，和16名热刺只差1分，所以这场比赛为了保级，西汉姆联一定会拼命。对了，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瓜迪奥拉还在嘴硬，针对0-3输给皇马，瓜迪奥拉说关于我们阵容选择的问题听着，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曾经在欧冠的各个阶段输过很多次，也曾经因为我的某些决定而被屠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知道。但与此同时，我仍然在主教练这个位置上，直到最后一天，我都会做出我的决定。我可以和你争论为什么我要做那个选择，但是我无法说服你，因为我们曼城输了。如果是在赛前，我们还能争论，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问题了。没办法，曼城的球迷只能接受、承受和容忍瓜迪奥拉，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首回合本来不应该整活，可是现在已经3球落后皇马，次回合必须整活，曼城才有一线生机。而在此之前还要先趟过西汉姆联这一关，要不然联赛也彻底没有希望了。对了，最近福登的状态不好，我们在节目中也说了，最近的12场比赛，福登仅仅首发4次，而输给皇马的比赛全程他都在替补席，没有获得上场时间。很明显，瓜迪奥拉现在更喜欢新援塞门约，还有切尔基，还有萨维尼奥。而福登虽然只有25岁，但从12月14日以来，他再也没有进球。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曾经在5场比赛中刚刚打入6球，所以福登到底怎么回事？他还能重回巅峰吗？不过名宿鲁尼倒是认为福登的问题是曼城现在改变了踢法。鲁尼表示，曼城现在不再大量的追求横向传导、层层推进，也不再追求长时间控球。曼城用塞门约、用切尔基让球队更具冲击力，这2人比福登更有爆发力。有时候球队踢得更加有身体，更加直接，拿球就冲击对方的后卫，这或许不像适合其他球员那样适合福登。所以自福登上一次进球以来这一段时间，塞门约、切尔基还有奥莱利这3个人为曼城打入了17个球，福登却颗粒无收。另外，福登的上一次首发在对阵诺丁汉森林，对方扳平进球的过程中，就是福登没有回追对方的安德森，他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那一场2-2平局也让英超冠军的争夺主动权脱离了曼城的掌控，于是仅仅65秒钟后，福登就被换下。所以最担心的是福登彻底失去了瓜迪奥拉的信任。但是得中场者得天下，福登的状态过去一直是曼城的晴雨表，他发挥好，曼城的成绩就好；福登的状态差，曼城的成绩就下滑。作为太子，福登的状态和曼城的状态起伏几乎是捆绑和同步。怎么说呢？我们就担心福登会不会是下一个陨落的大英帝星。好，再重复一下，这一场我看好曼城赢西汉姆联。另外就是曼联对维拉的比赛，这场比赛我准备在周日北京晚上10点跟大家一起直播，互相陪伴着观看。我当然是看好曼联获胜，进入前3。最近有个数据咱们要留意一下，本赛季英超联赛每90分钟射正次数最多的球员竟然是咱们曼联的谢什克 1.87 次，领先哈兰德是 1.86 次，然后是伊戈尔迪亚哥的 1.31 次。
所以随着卡里克的到来，谢时克也找到了自己的射门穴，这是最大的利好。所以去了那不勒斯的霍伊伦，咱们曼联球迷不用再关心啦，并且曼联也没有权利留下霍伊伦，因为如果那不勒斯获得欧冠资格，霍伊伦就将3800万英镑永久转会，这对曼联来说也是最理想的情况。好，再说个好消息啊，最近姆波莫谈到了曼联的小将 JJ 加布里埃尔，姆波莫的评价极高。他说呀， JJ 加布里埃尔真的很出色，非常非常出色，训练中他经常和我们一起，你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天赋，对他来说一切看起来都很轻松，他在门前很冷静，射门能力很强，技术能力也非常出色。太好了，朋友们，明年咱们就欣赏欣赏 JJ， 特别是曼联的那个7号球衣，未来就为他预留着。好，伊朗方面和美国总统川普继续打嘴巴仗。伊朗国家队回应啊，世界杯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国际赛事，管理机构是国际足联，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国家。伊朗国家队凭借球员们的英勇和自身实力，取得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是第一批获得这项重大赛事资格的球队之一。当然，没有人能将伊朗国家队排除在世界杯之外，唯一可能被排除的是那些仅仅拥有东道主称号但缺乏能力为参加这一全球性赛事的球队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其实老 K 想的呀，伊朗队要的安全保障是什么？是比赛踢完了所有的国家队球员必须跟着一起回国吗？这倒真难说，因为很可能呀，全都要留下来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这个身份拿下来那就赚大了。好，兄弟们轻松一下。最近阿斯顿维拉的中场球员道格拉斯·路易斯官宣了自己新的恋情，他的女友是谁呢？就是过去阿森纳的总监埃杜，现在是诺丁汉森林的全球足球主管。埃杜的女儿19岁，道格拉斯·路易斯27岁。现在路易斯女友的父亲埃杜已经被告知不要再前往俱乐部训练基地，他目前正在面临被解职的风险。不过预计如果父亲最终被诺丁汉森林解雇并且返回巴西，女儿仍然会留在英国。还有这位中场球员道格拉斯·路易斯，他过去是和世界上最性感的女足球员阿里莎·莱曼在谈恋爱，但是已经分手。而27岁的阿里莎·莱曼呢，最近和真人秀明星半职业足球运动员蒙泰尔·麦肯锡在交往。这个道格拉斯·路易斯当年去尤文图斯的时候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带上自己在维拉踢球的女朋友。最后女朋友跟着他也去了尤文图斯，在那边踢女足，可是两个人却分手了，这只能说明意大利的帅哥多呀。好，咱们总裁 C 罗的未婚妻乔治娜最近也亮相了罗马时装秀，她的惊艳造型瞬间成为全场焦点。乔治娜今年世界杯后可能就会和 C 罗完婚，现在看起来她的造型似乎越来越清纯了，其他的我也看不出来，但是前凸后翘这一块一定是满满的。好，另一方面，穆里尼奥在对阵波尔图的葡萄牙国家德比中被驱逐出场，他被处以停赛1场外加禁赛11天的重罚，没办法，只能缺席本菲卡接下来的2场比赛，而且他还被处以2笔罚款，总计5355欧元。主要还是说当时自己的球队扳平比分之后91分钟，穆里尼奥离开了技术区，跑向了对方的替补席方向，在中场区域停下，将标志筒旁的球踢向了对方的替补席，而球低空飞过了替补席和附加替补席之间，这个行为引发了对方人员的强烈不满。结合比赛发生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这个举动被视为挑衅，进而导致双方人员发生冲突。穆里尼奥老是老了，都63岁了，但是老头紧绷的鸡块，脾气一点没有减小。好的，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欢迎大家订阅、评论、点赞、分享和热推，咱们明天再见。